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轻轻松松就被贵人提携，一路晋升顺遂，而你拼命努力，主动搭话，参加无数社交活动，结果却依然卡在原地？是不是以下这些情况你都遇过？你主动加了主管的 LINE， 结果对方连已读都不回；你参加各种社交场合刷存在感，回家后却发现没人记得你是谁。你努力向贵人展示你的潜力，但他们就是不愿意给你机会。更让人崩溃的是，那些真正被贵人提携的人，甚至都没你努力。为什么？这些人到底做对了什么？别急，这支影片就是为了解决你的贵人问题。我会教你3个让贵人主动找上你的秘密，不求人，不巴结，不尬聊，让贵人忍不住想提携你。最后，我还会送你3大核心策略，让贵人帮了你一次，就想帮你一辈子。千万别跳过任何一个细节，因为错过一个关键，你可能就和贵人擦肩而过。为什么你越想要贵人，贵人越不理你？先告诉你一个扎心的事实，贵人不是你努力去找来的，而是你让他们主动靠近的。许多人一谈到贵人运，就以为要靠拓展人脉，于是他们会疯狂加老板好友，进各种产业群组，却发现没人愿意深聊。逢年过节群发祝福，但对方连已读都不愿意给你。努力展示自己的优势，却发现贵人根本不在意。到底问题出在哪？看看这些错误的贵人吸引方式，你犯了几个？你在求人脉，而不是吸引人脉。当你的价值感太低，贵人不会想投资你，因为你把自己放在低位，所以贵人只会忽略你。道德经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意思是，真正聪明的人不是只会分析外界，而是能真正认识自己。许多人在找贵人时，把焦点放在怎么让别人帮我，但却没有先问自己，我是否已经值得贵人投资。当你变成一个有价值、能解决问题的人，贵人自然会被你的能量吸引过来，而不需要你去苦苦寻找。想象一下，你站在一条鱼很多的河边，你想钓鱼，你会怎么做？方案 A， 站在岸边大喊，鱼快来，我需要你们。方案 B， 准备好鱼饵，把鱼爱吃的食物丢下去，让他们自己游过来。显然，方案 A 完全没用，对吧？但许多人在拓展人脉时，却犯了同样的错误。所以问题来了，贵人吃哪一套？你该怎么放对鱼饵，让他们主动靠近？第一步，找出贵人的隐藏痛点。道德经第27章，善行无辙迹，善言无瑕谪。意思是，真正厉害的人往往不留痕迹，他们的价值是用行动证明，而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。所以，与其到处向贵人推销自己，不如先找到他们的痛点，并提供实际的解决方案，这样他们才会真正看到你的价值。不同类型的贵人，他们的痛点不一样，你要先搞清楚你的目标贵人是谁。例如，你的贵人是创业者，他们最常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时间不够用，每天忙到翻，根本没时间管小事；现金流紧张，钱不是赚不到，但永远不够用；找不到可靠的合作伙伴，一直缺人，团队不好带。当你的贵人是投资人，他们可能在意的是哪里有好项目，每天筛选无数个计划，但好项目太少。行业趋势投资什么才不会踩雷？合适的创业者钱可以投，但投给谁很关键。重点贵人不会理你的球，但一定会关注和他们痛点有关的信息。第二步，提供痛点解药，让贵人觉得你很有用。道德经第81章，圣人不积，既以为人己欲有。意思是，真正的智者不会只为自己囤积知识，而是愿意分享，这样反而会让自己变得更丰盛。当你愿意主动在社群平台上分享你的经验、见解，你的影响力就会慢慢建立起来。当贵人遇到问题时，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你要做的就是在社交平台上持续提供能帮贵人解决问题的价值资讯。你可以写文章分享你的专业经验，你可以整理产业趋势，成为资讯的转运站，你可以在社群里提出专业见解，让人印象深刻。这样一来，当贵人遇到问题时，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。第三步，设置你的价值名片。道德经第64章，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，9层之台，起于垒土。意思是，再大的成就都是从小小的积累开始的。当你建立自己的价值名片，不断累积你的影响力，你会发现贵人开始主动向你靠近。价值名片公式：你的专业家能解决的问题加一句成功案例，错误示范毫无吸引力。我是行销人，专长是社群经营，正确示范让人印象深刻。品牌行销专家，专治 IG 低流量问题，帮3家公司粉丝数暴增10倍。这样的自我介绍能让贵人第一时间知道你能提供什么价值，从而更愿意靠近你。接下来的问题在于，很多人以为贵人帮了自己一次，下一次只要再去请求，他们自然会继续帮助。但现实是，如果你只是索取，贵人帮完一次，下次再见到你可能都懒得打招呼。
真正让贵人愿意长期帮助你的关键，是让贵人觉得帮你是一件有价值、有回报、有意义的，这样他们才会乐于持续支持你，甚至主动拉你进入更高层次的圈子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解锁3大核心策略，让贵人帮了一次就想帮你一辈子。1. 导师成就战术，让贵人觉得你的成长是他的一部分成就。关键思维，人们最喜欢的不是被感谢，而是被认同、被崇拜、被影响的感觉。许多人认为让贵人感受到你的感就够了，但真正高明的做法是让贵人觉得你的成长和他有直接关系，这样他就会更愿意持续投资你。道德经第66章，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为百谷王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江海之所以能汇聚百川，不是因为他强迫河流流入，而是因为他处于低位，愿意接受一切，因此自然而然成为万川归流之地。应用在贵人关系上，你要让贵人觉得自己是影响你的存在，他们才会愿意持续帮你。错误示范是你只会感谢，谢谢您，上次帮了我，真的很感激。这样讲，贵人只会觉得哦，帮完了。正确操作是让贵人觉得自己很重要。老师，我上次听了您的建议，真的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，现在已经提升了200%的效率。这样讲，贵人会觉得这是我的功劳，自然更愿意持续帮你。实操步骤如下： 1. 执行贵人的建议，贵人给你的建议，别只是听过就忘，一定要执行，并把结果回报给他。2. 主动回馈成果，在适当的时机，比如1到2周后，私讯贵人，老师，上次您的建议我试了，效果真的很惊人。3. 公开称赞贵人，让他感受到成就感，在社交平台、聚会场合分享你学到的知识，并公开感谢贵人某某老师的一句话，让我彻底改变了思维模式。这就符合《道德经》第2章的智慧，圣人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贵人往往不会刻意去要你的感谢，但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对你的成长有贡献时，他们就会更愿意持续帮助你。2. 贵人投资回报法，让贵人觉得帮你是一笔划算的买卖。关键思维，贵人帮你并不是因为你可怜，而是因为投资你有回报。人性本质是交换的，没有人会无条件帮助一个完全无回报的人，但这个回报不一定是金钱，它可以是人脉、影响力、知识、合作机会，甚至是一种值得投资的满足感。道德经第77章，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人之道则不然，损不足以奉有余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宇宙的运行规律是补充不足，但人往往只想获取更多。真正的贵人运不是求来的，而是让贵人觉得帮你是种平衡，也就是帮助你能让他们的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。错误示范是你纯粹索取。请问您能帮我推荐工作吗？这样会让贵人觉得你只是来利用我。正确操作是你能提供回报。老师，我最近整理了一些关于我们行业的趋势分析，我想分享给您看看，看看有没有哪里能优化，这样贵人会觉得你有价值，愿意长期帮你。实操步骤如下： 1. 主动提供价值，你可以帮贵人做些小事，比如整理资料、提供市场情报，甚至帮他管理社群，让贵人感受到你的价值。2. 让贵人觉得投资你有回报，例如，如果你的贵人是创业家，你可以整理目前行业趋势，给他们提供新资讯，这样他们会觉得这个人很有用。3. 创造双赢合作，如果贵人是业界大佬，你可以帮他推广内容，分享他的观点，这样他也能从你这里获得影响力。这就符合《道德经》第8章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水之所以能滋养万物，是因为它不去强求，而是自然的流向有需要的地方。这也是我们在贵人关系中应该学习的态度，不强求贵人的帮助，而是让自己成为值得被帮助的人。3. 贵人社交杠杆术，让一个贵人带来更多贵人。关键思维，真正厉害的人往往不止一位贵人，而是一个贵人圈子。如果你只靠一个贵人，那么你的成长速度会很有限，但如果你能透过一位贵人接触到更多高价值人脉，你的机会就会倍增。道德经第39章，天得意以清，地得意以宁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当人与人之间产生合一的关系，这个影响力会自然而然扩散出去。所以，与其找一个贵人，不如让自己进入贵人圈，成为圈内人。错误示范是单点索取。老师，我能请您帮我介绍一下您的投资人吗？正确行动则是让贵人主动介绍。老师，最近我在研究 XYZ 领域，您觉得有没有谁适合交流，让我能学习更多？总结道德经的智慧告诉我们，让贵人觉得你的成功是他的成就导师成就感，让贵人觉得帮你是一笔有价值的投资，贵人投资回报，让贵人主动把你介绍进入更大的圈子，贵人社交杠杆术。
这样你不再是求人帮忙的人，而是成为吸引贵人的人。总结人脉的成长，往往是透过杠杆效应。当一位贵人认可你，他就会帮你打开更多的机会大门。当你掌握这3个方法，贵人不仅不会忘记你，还会主动帮助你，并带来更多机会。最后，我想送你一句《道德经》的智慧：圣人常无心，以百姓心为心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真正有智慧的人不执着于自己的个人私心，而是顺应众人的需求，从众生的角度出发。这与我们今天讨论的吸引贵人的核心观念完美契合。许多人在寻找贵人时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过于聚焦在自己想得到什么，例如我怎样才能让贵人帮助我？我如何能获得更多机会？我怎么做才能让贵人给我资源？这些想法全都以自己为出发点，结果反而让贵人觉得你只是索取，而不愿意投资在你身上。但如果你转换思维，像圣人一样无心，不执着于个人私利，而是把焦点放在贵人的需求上，思考如何为他们带来价值，那么你自然就会成为一个贵人愿意帮助的人。如何应用这句话来改变你的贵人运？不要总是想着我能从贵人身上获得什么，而是问自己我能给贵人什么。学会观察贵人的需求，先提供价值，而不是急着请求帮助。当你愿意从对方的角度思考，你的行动会更自然，贵人也会自然而然地靠近你。这句话的智慧就是要告诉你，真正吸引贵人的方式不是努力求人，而是成为一个让贵人愿意靠近的人。当你不再只关注自己的得失，而是真心去创造价值，贵人就会主动找上你，甚至帮你一辈子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写下道法接收，让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改变你的贵人运。记得按赞、订阅道法人生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集。我们下次见，让我们一起用轻松又实用的方法，解锁属于你的丰盛人生。